所有在感情里吃过亏的兄弟啊，我接下来讲6大强男思维，你一定要吃透，因为所有的感情问题的本质啊，就是你的认知问题。你现在对人性越无知，你未来就会越倒霉。首先第一个，让自己的行为不可预测。象棋下过吧？啊，男女关系的本质其实就是棋局对弈。如果他能精准的预测你的行为，你下一步的走向 ，OK， 那你一定会输得一败涂地。就像很多兄弟啊，一句在吗？那这个女人就会知道，哎，他又要来约我吃饭了，他又要来博取我的关注了。那这个时候，不管你是什么实力、什么地位，女人看你都是一副看下位者的姿态啊。而女人对弱者呢，是永远没有爱的。那怎么做才叫不可预测呢？就2个字儿，反差。比如啊，你今天跟小美约了个会，对吧？啊，你把小美哄得非常的开心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你一回家，你就可以人间消失。你今天对她热情主动，明天你就冷漠无视。这种左右脑互搏的反差感，它是不可预测的行为。那女人就会下意识的去猜什么？为什么见面还好好的，突然就不回消息了呢？她是该不会在玩我吧？而她的大脑呢，也会自动把这种探索欲归类为什么？对你这个人是感兴趣的。就像跟你们相处不也是一样的吗？如果跟你相处那个女人，她越是忽冷忽热的，你就越是容易着迷上头。本质上就是她的行为不可预测。还有第2个点，就把女人当人，而不是当成神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去抬高对方的价值。学员们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啊，男人在感情里最致命的弱点就是需求感。就像前段时间的这个拉布布，对吧？啊，喜欢的人一旦多了，一上线就会被疯抢。以前的89的一个娃娃而已，被炒到1000、2000、3000啊！你这个时候你想买，你就必须得支付那一部分品牌的溢价，那死循环就来了呀。抢的人越多，溢价也就会越来越严重。还有不少人甚至开始赚差价，市场自然也就乱。那感情上其实也是一个道理的，你把女人当成神，你去砸 money 啊，你去给她买包送礼，那本质上其实就是在抬高她的价值。当你觉得自己亏了，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回馈的时候，你已经来不及了。毕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你但凡降低标准，他马上就转头撤退了，就是这么现实。所以兄弟们，你们要记住，你的重大投入应该是你自己，你要去抬高自己的价值。就比如说搞钱、健身、旅游、提升认知，对吧？这些都是 OK 的。至于女人呢，就当做兴趣爱好啊，而不是主线任务。当你的心态能从女人就是全部啊，转换为女人只是调味品啊，在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了绝对的强者心态，女人她也会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容易被你吸引了啊。第3，就是要降低得失心。为什么渣男永远是感情里的赢家？因为他们对感情的态度就是 I don't care， 只专注过程和自己的感受。我跟你约会，我高兴了，那我就捧你夸你，对吧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但如果你让我不高兴，我管你是谁，别耽误我，好吧？下一位 X1。而这种专注自我的掌控力，它就会让女人觉得你这个人很有魅力，知道吧？我接触了很多兄弟啊，我就发现大部分的兄弟是没有匪气和张力的，真的很可惜啊，根本就没有这种思维，总是想要得到女人，得知女人，确定那所谓的关系啊。可能小美今天回复消息慢了一点，你都会想一下啊，是不是她不喜欢我了？她该不会不高兴了吧？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但是兄弟们啊，我之前真的说过，你害怕什么，什么就会控制你；你执着什么，什么就会折磨你。因为人是情绪的产物，你情绪越为女人所波动，你就越容易干一些甜汪汪的事儿，最后呢，就会被女人无视和厌烦啊，也会陷入到恶性循环。各位要记住啊，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，就是要用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所有的人和事物，知道吗？第4，敢做关系的引领者，而不是服从者。兄弟们应该都知道啊，一段关系、一段感情最美妙的时候就是暧昧拉扯期，那种博弈拉扯的那种快感是能够让人欲罢不能的。那一般来说啊，这种时候呢，要做的就是享受啊，要去推进关系，带领女人。但一些被传统的恋爱思想所荼毒的这些兄弟们啊，他们害怕被拒绝，害怕冒犯到女人，最后呢就会唯唯诺诺的去追。那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你追个3年5载的进度不一定有渣男2天快哦。那到底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引领两性之间的关系呢？很简单，在恋爱之前，你要按照恋爱的方式相处，比如说约会、牵手，该做就做啊，你该拉进度条你就要拉。当女人不再抵触你们之间
用这种情侣模式相处的时候，那关系不就自然就升级了吗？你要记住，女人的标准和规矩都是给弱者定制的框架和测试，你只有突破限制，女人才会去遵守你的游戏规则。那第5个，多结交经验丰富的男人。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很多时候影响你猎杀的不是 money， 不是实力，而是圈子。你身边全是好好先生，全是汪汪队，那你在感情上就不可能成长，你能懂吗？就像创业者是一样的，你要打入上层的圈子，你才能够拥有更多的资源，不是吗？那感情上也是一样的，可能你跟你的好兄弟抠破了脑袋都会想不通一件事儿，为什么女人不理你啊？但阅女无数的男人1秒钟就能告诉你，因为你上次给他送了上万的包以后，你把他的物欲价值放大了，然后没有继续去填充。而这次呢，你可能送他一个低于上一次价值的一个手表啊，他都会不开心不快乐，因为小零食已经不够吃了，胃口撑大了。这是为什么我总会让兄弟们去社交，不光是认识女人，你还要结识比自己更有力量的男人啊。那还有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你要敢于拒绝女人的热情。我知道很多兄弟梦寐以求的就是自己心爱的小美啊，希望这个小美能够对自己主动一点，热情一点。但是经历过的兄弟都知道，很多时候女人刚开始都是主动的，对吧？但是聊天相处的整个过程中，周旋不过2周，这个女人就会断崖式的冷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过度迎合了她的一个主动，就像小卡拉米一样，在拍大佬的马屁，懂吗？显得又软又弱啊！你别说焦哥说话难听啊，因为真正觉醒之后的强男永远不会把女人的主动当作是一种奖励啊，而会当成是他讨好你的一种手段。至于我要不要接受，全看我的个人感受和心情。而且我们女人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点，就是会更喜欢自己搞不定的人。如果你能够将我今天给你讲的这6种思维给内化并且吃透啊，然后再外化于行，那你的存在就会是一种吸引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和技巧，而强者都是看人气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